经怀孕9个月了，产前大出血，现在心率明显加快，已经进入休克前期了。Hurry! Cover surgery! Come on, make some room. Move. Move. Wait, come on. Hurry up, hurry up. Use tape. 看样子应该是子宫破裂。你知道当地医院给他用了多大剂量的催产剂吗？30个单位。他们这不是在接生，他们是在害人。Prepare for surgery. 白医生，你怎么还在这儿啊？要开会了。没有耐心，就喝不到一杯好的手磨咖啡。不是1点半吗？时间还没到呢。可是院长他们都到了。你知道好医生准则吗？第一，守时；第二，耐心。那你别迟到啊。The surgery is done. Prepare for stitching. Dr. Xia, she's blooding. Palm tumorous. 病人的血压很不稳定，已经补6000了。再这么补下去的话，把他身上的血都换了也没用啊。摘出子宫吧。Shirley。 Keep pumping. Found it. Arterial damage here. Prepare for stitching. 远不是那么简单吧？就抢救了3次，今天算啥的？确实不太好治。哎，这个白竹啊，就在头上。大家先安静一下。白竹医生是陈传洲老先生的主治医生，他不来，我们讨论什么？那他要是一直不来，咱们还一直等下去？谁说我不来？1点30，准时准点，开始吧。好，白医生来了，那我们开会。今天这个会主要是讨论一下咱们心外科的一位患者陈传书老先生的手术方案。陈老患有一种极其罕见的原发性心脏恶性肿瘤，他入院之后，我们一直进行保守治疗。陈老是我国语言学科的一位优秀专家，为我国的语言学的发展和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对这样一位有成就的专家，他的手术方案，我们一定要慎之再慎，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好，你们各位谁先说？我先说吧。陈老都83岁了，他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已经减退，尤其是心脏机能。如果要动手术取出肿瘤，就需要建立体外循环。他的身体极有可能因为承受不了咱们的手术而下不了手术台，所以对老人来说，继续保守治疗才是最好的选择。当然，从咱们医院的角度上考虑，陈老他作为国内极具影响的这个专家教授，如果咱们冒险手术出现了意外，
势必会给咱们整个医院的医疗工作带来后续的一些麻烦。所以我个人建议继续保守治疗。看来大家的意见很统一。白医生，你是陈老的主治医生，谈谈你的看法。我认为一个优秀的医生只应该考虑一件事儿：治病救人。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你们是如何治病救人的？只考虑自己承担的风险，罔顾患者生的希望，你们就是这么做医生的吗？漂亮话，谁不会说呀？我们有考虑这个实际的风险，但是陈老他肿瘤情况太复杂，一旦手术，风险太大，我不赞成。每一场手术都有风险，或多或少。那按照你们的意思来说，只要手术的风险大，我们就应该投降，是吗？你说的简单，如果出现一点点的意外，老人就有生命危险。如果你不去面对风险，老人同样会有生命危险。我白竹的手术从来没有发生过意外，以前没有，以后更不会有。院长，我有非常大的把握，能完美的做好这场手术，给陈老带来生命的奇迹。这个世界上就没有100%的事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陈老本人是强烈反对手术的，他个人坚持保守治疗。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尊重一下患者本人的意见呢？患者意见？你有没有搞错啊？作为医生，我们唯一应该考虑的只有病情。医生就是治病的。如果你什么事都要考虑患者意见的话，那我们医生的专业性何在？医生的专业性固然重要，但要充分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条准则。这样对患者、对家属、对医院以及医生，都是一种保护。院长，我觉得我们的判断就是保守治疗。好，我看经过今天会议的讨论，大家都会有收获。有关陈老的治疗方案，我的建议是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保守治疗。院长，散会吧。院长，你留下。冒险，我看他就是想出风头。你看他居高临下的样子，好像谁都不如他。要知道，他可是江院长的爱徒，早晚是咱们心外的主任呢。老师，叫院长。院长，陈老的情况非常危险，一旦肿瘤突破心脏，他随时都有可能。大家不是不知道你说什么，但手术风险太大。可您知道我的水平，我一定可以安全的把这个肿瘤取出来，让陈老恢复健康的。医生不是神，没有人能永远保持100%的成功率。对你来说，即便手术失败，也只是你医学生涯上的一次挫折；而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那将是一次诀别。白哲，你要学会从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角度来看待疾病。可我完全有把握。我们治病是为了救人，治病不难，难的是救人。医生不是修理工，面对的不是没有生命的桌椅板凳，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我们在救人的同时，不能只关注疾病，也要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懂吗？还是不服，是不是？我上学的时候，您不是这么教我的。当时您告诉我，作为一名医生，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战胜疾病，去挽救患者的生命。我现在依然会这么告诉你。在我心里，一个真正的医生，应该像一台机器一样完美，像一台机器一样精益求精，高度追求冷静和理性，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受到疾病以外的因素干扰。老师，我还是会按照您之前的教导去工作的。
雪莉，今天你不敢冒险的。这里不是 CHUV， 没有其他科室的支持，甚至栓塞都做不了的情况下，摘除子宫才是最安全的做法。我知道。可你还是选择冒险，就是为了保住她的子宫。你记不记得，咱们刚到这儿来接诊的第一个产妇？我记得特别清楚。她手里攥了一张写满经文的护身符，她在打麻醉之前一直在反复的强调，谁要是切走了她的子宫，她就咒骂这个人一辈子都不幸福。你害怕他们咒骂？我只是一直在想，为什么每一次在生命和子宫面前，他们宁可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也要保住子宫？其实我能理解，在这里，女人的价值就是生育。失去子宫，也就意味着她们对家庭再也没有用了，也意味着她们在族群里再也抬不起头来。所以我才更要冒险。作为医生，我面对的不仅是生病，更是生病背后的人。光是救命是没有用的。如果没有战争，这一定是一片富饶宁静的山谷。只不过，我们根本改变不了战争跟贫穷。我们甚至都无法理解当地的产妇对生产不顾一切的执着，就算豁出去自己的性命，还要坚持把孩子生下来。但我们，就是那些伤员还有产妇唯一的希望。他们需要我们。那你呢？你就不需要依靠吗？我需要。你就是我的依靠。等这次任务结束了，咱们回趟国，我带你回上海休假去。回你老家？对啊，你不是还没去过吗？嗯。哎呀，想一想，我也好多年没回去了。小时候我们家那地方叫烟巷，对，就叫烟巷。从巷子里走出去，就能看见一条小河。我们家那小院里啊，有丝瓜架，有小鱼池，我还养了一条小狗，它也叫罗恩。我是罗恩1号，他是罗恩2号。哼。我总在想，或许有一天，我会跟我的爱人再回到那个小院子里，安静的过日子。怎么了？我还以为你是在跟我求婚呢。不愿意啊？不愿意啊。连个戒指都没有，一点都不正式。白医生，26床有情况。我说你听见吗？你听见吗？怎么了？医生来了，来让一下。老爷子，老爷子，没有波动，胸口没有起伏。患者失战，家属回避一下。这怎么了？把直升机拿过来，回避一下。来，把床拉出来。不要紧吧？准备心肺复苏。输液也准备好了200焦，200焦确认。充电完毕，离场。
好了，回来了，帮他拉个心电图，把家属请进来吧，把伤拿回去。家属可以进来了。白医生，怎么样了？啊，没事，现在稳定了。好，谢谢。是吗？谢谢你啊。不客气，这是我们的职责。二位啊，我有些话想跟你们说一下，是关于老爷子的病情。走，那边说。老爷子刚来的时候呢，这个恶性肿瘤啊，堵塞住了部分的上腔静脉入口，就造成了这个血液回流障碍，并且还伴有心包腔内大量积液。这几天呢，经过我们的保守治疗，不但没有什么好转，反而还恶化了。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这个肿瘤随时有可能会突破心脏，引发出血。到那个时候，就有可能造成心包腔内大量积血，而那时呢，心脏就受到了挤压，最终有可能会因为心跳骤停而死亡。刚才你们也看见了，其实真的非常危险，所以我建议马上手术。这高度可以吧？可以，我想看看你。想看看我，把眼镜戴上。这下就看清楚你了。哎呀，老伴儿啊，你刚才可把我吓坏了。别担心，不会有问题的，这不好好的吗？这回呀，得好好听医生的话啊。好了，不说了。别担心。闭上眼睛歇会儿。早。早。昨晚睡得怎么样？挺好的呀，你呢？还行吧。给。怎么还能那么浪漫啊？哪儿摘的？雪莉，嫁给我吧。这枚戒指我买了好久了，一直没勇气给你。这半年来，我们一起经历了战争，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和死神赛跑。我心里越来越清楚，我希望这辈子都陪在你身边，不光是搭档，更是永远不离不弃的伴侣。不管这辈子怎么样，我也希望你陪在我身边。我不能没有你。嫁给我好。I'm doctor. Okay, help me, help me. Yeah, shoot. So hot. 下腹部中弹。Operation room. 患者情况：血压160，心率130，呼吸20。Sonogram first. Pay attention to his vital signs. The sonogram's broken. It's still not fixed. 血压下降80/50。Direct laparotomy. Section. The cords are light. It's broken. Where's the backup cord? It's still not fixed. 我去拿头灯。
What happened? I'm getting tooth. No. Save him hurt. I'm saving him. No. Go back! Stop! If you want him to live, you can't disrupt surgery. If he dies, you die. Understand? Go. It sounds like it's close. Focus on surgery. 病人状况怎么样？还在寻找出血点，如果因为弹片的游移再造成损伤，就麻烦了。血不足了，再找不到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找到了，是下腔静脉肾下部的穿透伤。我们还有多少血？还有1500 cc。Dr. Xiao, what's wrong with Ron? 你怎么了？我没事，运气不好，出体的时候碰到炸弹了。我来帮你处理。你别过来，你手术还没做完。我没事，没伤到要害。你继续做手术，等你做完了，再过来帮我检查。Dr. Xiao, his blood pressure is still dropping. 我真的没事儿，我也是医生，我知道现在的状况，放心吧，继续做手术。好，那你等我一下，你有任何异样，立刻叫我。好，专心做手术，我没事的。Keep pumping. Ryan， 醒醒！手术怎么样？很顺利，我现在来帮你处理伤口。来，起来。舍利，来不及了。来得及。弹片击中了我的肝，失血过多。咱们已经没有血了。来得及，一起来，我帮你，我扶你。舍利，恐怕我没机会。但你会咽下了。我去。
来得及，稍后只等我一下，我现在帮你做手术。Prepare for surgery. There's a lot of blood in his abdominal cavity. We must save him. Charlie! Don't stop me! Move! I must save him! Run. He's gone. I could have saved him. I could have saved him. I could have saved him.白医生啊，老爷子，今天感觉怎么样啊？好多了，好多了是吧？啊，爷爷今天胃口不错，吃了挺多东西的。啊，千万不能多吃啊！老爷子，现在你呢，心脏的供血能力不足，吃多了不好消化，所以说每顿饭最多就吃个70%，哦，知道吗？只要营养够就行了，啊。爷爷，您看，医生不让您吃那么多，是吧？哎，陈岩，你去趟护士站帮你爷爷取下药，顺便再问一下那些药的用法呀、剂量啊，不要嫌麻烦，问仔细了，这儿有我看着呢。行，爷爷，我去一下啊。没事儿。老爷子，我之前听陈岩说，您写过一本有关商周语言文化演变的专著。是啊，你感兴趣啊？啊，不是我对这方面啊不是很懂。我有一个朋友啊，特别的敬仰您，他对语言学啊也是非常的感兴趣，所以他托我问您，这个专著在哪儿可以买到啊？惭愧哦，到现在还没有出版。哦，我还听他说，您写了有10几年了吧？啊，从年轻时候就开始构思了，但是那个时候工作任务重，教学任务也多，一直没时间动笔。退休了，我就一门心思的写。哎呦，也写了17、18年了。商周语言文化演变的研究，在我们国家还是个空白呀。我总想在临走之前，把这个空白项目给填补上。可是现在身体这个情况，恐怕得遗憾了。可真的是太可惜了，您这一辈子的心愿，到最后还没有完成，这对于您来说，对于我们国家来讲，都是巨大的损失啊！对我个人倒没有什么。我这一辈子活到现在也值了，啊，就是觉得没有给那些对商周语言文化演变感兴趣的年轻人留下点有用的东西，哎，总觉得遗憾呐。奶奶，老爷子，其实您心脏上的这个肿瘤是可以取掉的，只要手术成功，
然后你恢复得好，后面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把这个完成你的心愿。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件事情的？啊，是。其实啊，我也考虑过手术啊，只是家里人不放心。白医生，白医生，我们全家已经决定给我爷爷做保守治疗了，请您以后不要再说这样话了。陈爷，吴奶奶，陈老，我认为现在最好的选择就是手术。我已经制定了一份非常完整的手术方案，也考虑到了所有有可能会出现的意外情况。白医生，我知道您是同山医院最优秀的年轻医生，也很擅长做这种心脏手术。但是以我爷爷现在的情况，手术就是赌博。这种情况下，我们家是不会拿我爷爷的生命做赌注的，我们输不起的。迄今为止，我做的手术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失误。我爷爷现在要休息了，请您出去。陈爷，没关系，没事没事。我想要说的话也说完了，我等着二位的回复。知道了。老爷子，好好休息啊！有什么事找我。白医生，你要再劝我爷爷做手术，我会要求院方换一位主治医生。又吃瘪了吧？你们急诊不是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吗？还有闲工夫来我们心外下晃悠？哦，我带他过来认个门，这不正好看见你被患者家属赶出来了吗？老师，走了，去吃饭。就那德行，走吧。哦。你现在对新来的医生要求够多啊，24小时陪护。我又不是不能自理，要他陪护啊。行，自己一边吃去吧。啊，坐这儿吧。哪个学校毕业的？医大的博士。也不知道现在医大在学什么，连个病历都不会写，谁都不带，路马印再给我。介绍一下，新外的白医生，铜山一把刀，自称希望之星。白大宝，别被学长给吓着了。你学历比他高，过2年混个副高，他得叫你老师。能不能好好吃饭？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下啊，刚才你用错了一词儿，我是被患者请出来，不是赶出来，请。还是为了那个语言专家的手术啊？是啊，我要是不冒险的话，老人家就要等死了。院长说的没错，你就是太不注意团结同事。我是团结我就行了，其他人我们家白竹不用搭理他们。你能再大点声吗？全食堂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白竹了。知道就知道呗，我就是要让那些虎视眈眈的女医生、女护士们知道，我们家白竹是我的，其他人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这个你放心，就他那个傲慢刻薄、人见人厌的性子，没人跟你抢，自己留着吧。那就太好了，反正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知道我们家白煮的好。哎呀，我的条件也不差啊，你怎么就没看上我，看上他了呢？因为我不喜欢二手货。哎，对了，我听说了你坚持手术的事儿，其实大家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啊？我的坚持是不会放弃的，而且我也相信，陈老他们一家迟早会明白，手术是唯一的希望。爷爷，外边阴天，咱们就跟这儿透透气吧。哎呀，要是有阳光，出去晒一晒太阳多好啊！是啊，等天气好了，我再推您出去晒太阳啊。哎呀，我太喜欢阳光了。白医生，我能耽误你点时间吗？可以啊，没问题。快请进。啊，好。您找我？我想跟你聊聊我老伴儿动手术的事儿。爷爷，您要是坐累了，咱们就回去吧。哎，别，再待会儿吧。好。秋妍，奶奶，你回去忙吧，我跟爷爷说几句话。行，那你们也别坐太久了，一会儿就回房间吧。啊，知道了。爷爷，我去忙了啊。哎。哎呀，怎么样啊？啊？什么事啊，还得背着孩子？我发现你藏在枕头底下的书稿了。哎，那只是有空了拿出来看看。老伴儿，就听医生的吧。做手术。哎，不做。再说了，我不想离你而去呀。呸！不许说这样的话。你呀，应该把书稿完成，这可是你10几年的心血呀。不就是一本书吗？这手术风险那么大，不值当的。我知道你是担心我。对喽，我就是担心你呀。哎呀，你知道吗？要是你不做手术，随时都有。哎，放心吧，命大着呢。我刚才啊，去问过白医生了，他说有把握做好你的手术。咱们俩都过了一辈子了，你心里怎么想的我都清楚。你不想做手术，是不是就是想，万一在手术台上下不来，我一个人过不好了，是不是啊？对呀。可你知道吗？咱们有机会治疗，咱们自己主动放弃了，我这心里。我更过不好。哎，好。哎，咱们家的事儿都是你做主，都是听你的。这回就听我的。
手术。答应了，答应了。我就知道，这辈子遇到你，是我最大的福分。是我最大的福分呐！哎呀，太好了！白医生，老爷子同意手术了。如果要是手术出现了意外，你放心吧，对于这次手术，我有很大把握完成。谁让你在患者和家属面前说这种话的？我就是实话实说。实话实说，万一出了问题，会给你和医院带来多大的麻烦？哎呀，老师，不会有万一的。您也是了解我的，我这个人从来不会信口开河。最近我查阅了所有类似的病例，也反复研究了陈老的病情和他所有的影像检查结果。所以这是我自己拟定的手术方案，您看一下。您看一下。现在陈老和他家属都已经同意了，就差你了。白如，我告诉你，这台手术你要拿出200%的投入，出了问题，我绝不饶你。老师，你就放心吧。去吧，哎。准备开始，吸引准备，纱布准备，倒背。肩膀。Yes。Hello。组织粘连的情况远比我们预估的还要严重，看来手术风险比我们之前预计的还要大，是吧？很不好办。现在放弃手术还来得及。准备体外循环。手术的过程中有可能大出血，随时准备输血。倒背。
是解除了。陈总，擦完。闻一下。肿瘤切除完毕，准备心包补片，修复心脏。漂亮！我就知道他行，我这手都是汗。哎呀！肿瘤已经全部切除了，而且心脏的大小和功能也完全恢复了正常。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半个月之后陈老就可以出院了。没事了。对，没事了。白医生，谢谢您了。我之前就说过，我的手术没有出现过任何失误。谢谢你。应该的。白竹，你也太棒了吧！别夸他了，再夸不知道自己姓啥了。还是那句话，每一台手术呢都有风险，但我白竹的名字就代表着规避风险。你看他每次骄傲的样子，总是那么让人讨厌。我们家白竹有骄傲的资本。那个，让我清静一会儿吧，还得做一个手术方案呢。是吗？哎，行吧，我们先走了。接着当你的孤寡老人吧，走吧。那我走了。啊。爷爷，醒了，醒了。小钟，又看见你了。醒了。
真好。好了。哎，小妍，爷爷很快就能恢复了啊！太好了。我还以为你是在跟我求婚呢。不愿意啊？不愿意啊？连个戒指都没有，一点都不正式。雪莉，嫁给我吧。 那你呢？你就不需要依靠了？我需要，你就是我的依靠。等这次任务结束了，咱们回趟国，我带你回上海休假去。回你老家？对啊，你不是还没去过吗？嗯。 哎呀，想一想，我也好多年没回去了。小时候我们家那地方叫烟巷，对，就叫烟巷。我总在想，或许有一天，我会跟我的爱人再回到那个小院里，安静的过日子。 Catherine. Oh my God. You're finally back. Oh, we've been so worried about you. Are you hurt? Are you okay? Let me take a look. I'm okay. Thanks, Catherine. I know you must be very upset about Ron. Catherine, thanks for taking care of me all this time. I came here today to resign. Resign? Shirley, I know you're super upset right now, but we can give you some time off and find you a place to rest. Thank you, Catherine. But I do not need to rest. There's still a lot of things to do. I know. I'll give you as much time as you need. No, Catherine. I've decided on leaving Switzerland. I probably won't be back. Leave Switzerland? But where will you go? Afghanistan? Liberia?
新的1月再创新高啊你！我听我们陆妈说，上个月病患投诉量永攀高峰了。不是我说你，收敛点吧。你今天早点来医院啊，9点前到。调查组在你办公室等了，那没2小时你出不来。喂，出发了吗？调查组还有半小时抵达战场，你要是迟到，肯定罪加一等。放心吧，我不可能迟到。我去买杯咖啡。那我真怀疑你血管里流的不是血液，是咖啡。我来患者，打算关你，看好时间。行，去吧。先生您可以打包开始就开始喝。好。我看了，这些都是最新的设备，如果引进可以帮很多人。白医生。老样子。好的。真幸运啊，白医生，这杯是皮特的最后一杯了，单子也把您加急了。是吗？谢了。也可以这样说，高投入如果可以换回更多患者的生命的话，这个投入就是值得的。对，我这就过去。你好，康好。你走路能不能看着点儿？对不起，我这杯还没喝，我赔给你吧。不用。抱歉，先生，我把钱赔给您吧。我说了不用了，那个豆子不一样。说了你也不懂。先生，这是咖啡的钱，这杯咖啡没有喝，赔给您。我赶时间，抱歉啊。哎喂，你们做推销的眼里只有钱吗？这里不能停车，你知道吗？我就在里面买了杯咖啡，就2分钟。可以停到路边呢。抱歉。那个路况写的清清楚楚。你弄洒我的咖啡还找警察？警察不是我叫来的，处理好自己的事儿吧。我赶时间，抱歉。这车是你的呀？哎，是。不好意思，我刚才就买了杯咖啡，就停了5分钟。都像你这么干，5分钟路还走不走？哎，什么呀？赶紧把车开走。哎，好。打110了吗？路上。让我来，我是医生。我也是医生。卖医疗设备的不算医生。让。有脉搏了，但是很微弱，有可能是心源性晕厥，而且有心衰迹象，必须马上送医院。等一下，她是孕妇又有心衰，这种病情很复杂，你一定要等到救护车来，不然移动的过程中出现意外怎么办？你瞎吗？看看路况，等救护车到早就1尸2命了。你等一下，越是这种时候越要冷静。我知道你是医生，你可以救她。如果在移动的过程中，哪怕一根小血管爆裂了，到时候真的是1尸2命。我是同山医院心外科的医生，你现在必须听我的，让开！不能带她走。喂，你好，我是同山医院的医生。你的女儿在头前路口晕倒了。你不要着急，你告诉我你女儿多大，她怀孕多久，有没有什么心脏类的病史？主动脉窦瘤。好，我知道了。啊不，你不要来这儿，你马上去同山医院的急诊中心，我把她送来那儿。好，听到了吧？主动脉窦瘤，不管我们动不动它，这个主动脉窦瘤随时有可能破裂，待在这儿就是死，必须送医院。喂，徐毅然，我马上送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去医院，你准备一下。好。林志啊，他食物中毒的症状基本上已经缓解了啊，但是还需要再观察24小时。好。哎，对了，那个谁今天要来了吧？来了吗？
还没有。护士长，白竹在路上遇到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我们安排一下接诊。好。分诊吗？我是急诊的江山，我们要收一个主动脉窦瘤的孕妇。对，请你准备心电监护、吸氧和平床。1毫克肾上腺素进推。不亮了。白竹啊，这哪位啊？不认识。白竹，你也在啊？这就是那个患主动脉窦瘤的孕妇是吧？是。情况怎么样啊？情况已经稳定了，还要等彩照结果。啊。对了，介绍一下，白竹。我知道。急诊科代理主任陆妈。没礼貌。陆主任你好。哎，你是？我是肖燕，抱歉我来迟了，路上遇到这个患者。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回来的肖燕。啊，欢迎你，肖医生。这也太帅了！要不是我坚持，患者现在还躺路边呢。行，都赶紧去忙吧。这哪像个医生啊！国外回来的，跟咱们不一样。你们看，主动脉窦瘤已破入右心室，随时有可能因心衰而猝死。看到了吧？要不是及时送到医院，现在就已经是一尸两命了。好，我承认，这一次你的选择是对的。承认就好。但是在不知道患者病史的情况下，贸然的移动患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在拿别人的性命做赌注，是一种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下次如果我还是遇到类似的情况，我还是会坚持我的选择，也是作为一个医生该有的选择。嘴是真的硬啊！结果的正确并不代表程序的正义。医生的正义就是治病救人。患者现在没事，两位赶紧去换衣服吧。说的我都想看看那新来的女医生了。有什么好看的？都是一个鼻子两个眼。你这么一说，我就更想看了。有些人觉得自己失宠了。失什么宠啊？以前不管喜欢也好，讨厌也好啊，大家讨论的都是他。但你看看今天，大家讨论的都是萧燕，他不再是所有人的焦点，失宠了。那没关系，反正我们家白竹在我眼里永远都是焦点，是中心。说曹操，曹操就在啊。她就是新来的女医生了，还挺漂亮的。绣花枕头一个，确实挺好看啊。哎，你有点赤裸裸了。我看只有你把她当成了中心和焦点吧。徐然，你是不是有想法呀？人家人长得漂亮，又是从国外回来的，一看就是好医生啊。什么好医生啊？啊？兼职卖医疗设备的医生，这你也敢信？他要是去救患者，200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他不得让患者掏2000啊？算什么好医生？你好。接着说啊。哦，他不是在说你，就是在说他。哎，你别说了。请你不要再继续发表有辱我名誉的言论了。我只是实事求是。没错，今天我身上确实装了几本产品介绍书。我之前呢，虽然一直在洛桑大学的附属医院工作，但后来我去了西亚做无国界救援，那里接触不到先进的设备，但是现在 EICU 都是最顶尖的设备。我想了解一下我未来的工作环境，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啊。还有，今天早上我跟这位白医生是第一次见面，我并不知道门口那辆违规停的车是您的。我也为今天早上不小心碰洒你的咖啡跟你道歉。但如果白医生你是一个这么记仇、小心眼的医生，您之后可以随时来找我，但请你停止发表不实言论。是这样的啊，刚才徐医生说你是个好医生，我否定了，因为在我心中，好医生只有一个标准，
它是否可以治病救人。很可惜，在抢救王晴的过程中，你不算是一个合格的医生，有问题吗？我是不是好医生，不是你说了算。他看着真厉害，不愧是国外回来的人。干什么呀？你 hold 不住他。我才不hold呢！我徐依然是个有原则的情圣，我一向秉承兔子不吃窝边草的原则，绝不会跟同事不清不楚。而且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就会跟萧燕划清男女关系。害怕就害怕，别为自己的胆小懦弱找借口啊！你不怕你去啊？你去不去啊？你去不去啊？检查结果显示，主动脉窦瘤已经破入右心室，已经造成患者的心衰，必须先进行剖宫产，再做心脏修补手术，不然患者可能会因为心衰而猝死，所以要尽快进行手术。那先做剖宫产，把孩子取出来，王晴有没有危险啊？有可能会加重患者的心衰，患者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那先做心脏修复手术呢？这样对孩子有没有什么危险？做心脏修补手术呢，需要建立血液体外循环，但是血液抗凝、全麻等措施可能会造成胎盘早剥，胎儿有可能胎死腹中。那我们不要这个孩子了，先做心脏修补手术。肖医生，先做剖宫产，孩子就算有1成的风险，我也是不愿意的。你是不是没有听明白大夫刚才说的话？爸，我听明白了，所以我要先做剖宫产，我要把孩子生下来。你不能犯糊涂啊，孩子！我丈夫死了，所以我没有机会再生孩子。可我一定要先把孩子生下来。肖医生，你们先去忙吧，这事我们商量一下，然后给你们个答复。好，不过我要提醒你们一句，患者的病情不能拖延太久。你们没有太多的考虑时间，请尽快给我答复。好的，我们尽快。王晴他们一家要商量多久呀？我真替他着急。父母就不能尊重子女的意愿吗？唐医生，你还没有做母亲吧？没有啊，要是我的话，我才不会这样呢。自己没有经历过，你有什么资格去评判王晴的选择？不要用自己的道德观去要求别人。可是他父母的想法会让他失去孩子的。作为医生，我们只能从治疗角度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好的选择，而不是用自己的价值观去批评别人，甚至影响治疗方案的选择。你这样做跟你讨厌的白医生有什么区别啊？不管你们同不同意，我都要先做这个剖宫产手术。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你这是想干什么？你不想活了吗？秦山已经不在了，你得先顾着你自己，你自己得好好活着。就是因为秦山不在了，我才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我想给他留个后。我理解。你听妈说啊，就算你把他生下来，你们母子平安。可是你一个人将来怎么办？怎么带孩子？怎么生活呀？我不会再结婚了。我有工作，有工资，我一个人也可以把孩子养大。将来的生活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么简单。一旦要是有个闪失，你让我跟你妈怎么办？我们俩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爸妈，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舍不得我，怕我有危险。但是你们想，就算不为了青山，这肚子里的孩子，他也是我的，我也是母亲啊。你怎么这么倔呢？所以，如果你们真的为了我好，就同意先做剖宫产手术。这事儿啊，由不得你。不行。大夫，我的孩子怎么样了？孩子很好，可现在问题不是孩子，是手术方案。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要先做剖宫产，再做心脏手术。可是你的父母，我自己的手术自己决定。你们尽快帮我安排手术吧。患者目前的状况不宜折腾，就不展科了，先留急诊吧。至于手术方案，就请产科的王主任亲自主导，2台手术一起做。方案已经确定了，我没有意见，但有一点，我申请主刀心脏修补。肖医生，心脏修补手术由你来做。他来做？是，我来做。你别逞强，这不是一般的手术。我之前完成过类似的手术，并且是在医疗条件非常艰苦的情况下，所以我相信这一次我也能完成手术。肖医生，有信心就好。有信心有什么用啊？老师，他的水平您不是不知道，之前差点害死了王晴。咱们不能把患者的生命拿来开玩笑吧？肖医生的水平我是了解的，而且之前的事情我也知道了。你是正好联系了患者的父母，才知道他的病情。如果在不了解病情的情况下，肖医生坚持不能搬动患者，那是对的。反而是你冒冒失失，我告诉你，总有一天要出大问题。不是老师，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决定了。心脏修补手术由肖医生来主刀，白主，你给肖医生当助手。我给他当助手。散会。早就跟你说过，别傲娇。这下倒好，哎呀，连心脏的活都让人给抢喽。你这什么朋友啊？屁股往哪儿坐呢你？不做就不做呗，你还少这一台手术不成？他不是少这台手术，他是咽不下这口气。不说话你能憋死啊？能。哎呀，你走开！你不是一直都相信奇迹是人创造的吗？说不定那个肖医生他也可以做成呢。正因为是他，我才更不相信。哎呀，没事儿，你不是他助手吗？你可以盯着他呀。白医生，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什么机会？去找院长退出王晴的手术，要是出了问题，你担不起责任。咱们打个赌吧。打什么赌啊？你呢，坐我的车，我带你兜一圈儿。你要是不吐，就算我输，我就退出王晴这台手术。如果我赢了，你以后别再来烦我，怎么样？真幼稚。原来白医生是胆小鬼啊！我告诉你啊，激将法对于我来说没用，但我倒是挺愿意看你输的样子。拿好你的头盔。白医生就等着做我的助手吧。谁输谁赢还不一定。救车！
下来吧，白医生。华莹，你能坚持到现在已经非常不错了，谢谢你没把这些东西拖在我身上。我已经根据王晴最新的检查结果制定了手术方案，到时候我会发给你，希望你尽快熟悉一下。我对于助手的要求非常高，希望在手术过程中你不要出现任何的纰漏。你等一下。我承认，打赌是我输了，但这和手术完全是两码事儿。你想耍赖？你知道吗？对于心电监护仪、除颤仪、CT 机，还有无影灯这些对你们来说最基础的设备，放在战地医院随便几样已经非常奢侈了。这样的手术，我在西亚都可以做，为什么我在这样设备齐全的医院做不了？我不会拿患者开玩笑。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王琴的病情这么紧急，你作为他的主治医生，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手术？患者与家属没达成一致。哈，又是你那套理论。我说你们这些人能不能专业一点、理性一点，能不能把重点先放在病情本身？所以在你的眼里，只有疾病，没有患者。你别跟我诡辩，我的意思是，病情第一，才是对患者负责任。医学是一门科学，不是吟诗作赋，更不需要你感情泛滥。没错，医学是科学，但它不是你摆弄的后视镜，没有那么规整明细。好，小医生，我问你，你以为它是什么？在我看来，医学更是人学。我想我跟你对于“医者仁心”这个词的理解非常不一样。你一定没有关注最近的社会新闻吧？一家工厂失火了，在施救的过程中，一名消防员牺牲了。这个消防员的名字叫做秦山，他是王晴的爱人。术前须知都看过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没了。放轻松，别紧张。
当妈妈都是最勇敢的。嗯。一会儿手术室的人会过来接她，如果现在还要大小便的话，就不要下床了。好。你有小便吗？不。妈，你还记得生我时候的事儿吗？我听奶奶说过，你怀我的时候有严重的日升高血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所有医生都劝你把我打掉，连奶奶那么传统的人都说：“唉，孙子嘛，可以再生，儿媳妇就你这一个。”可是你呀，你不顾所有人的劝告，坚持到了足月，把我生了下来。我随了你了，咱俩是一样一样的。你为了生我，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而我为了这个孩子，也是一样的。你是一个好妈妈，我也想学你做一个好妈妈。其实，我跟你爸是担心你。妈，你要相信我，我没事的。爸，让你担惊受怕了啊！我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晴晴，你坚强点。我跟你爸呀，在手术室外等你出来啊。嗯。王琴的手术方案，你不说这台手术有你没他吗？怎么，心甘情愿做阶下囚了？什么叫阶下囚啊？我这是本着对患者负责的精神，对他的方案进行检查和指导。得了吧你就挑什么刺儿啊？白医生，我有必要提醒你，昨天的打赌。打赌是打赌，工作归工作。这台手术我不会让给你的。你俩不会是在打赌谁做手术吧？用不着。院有院规，一切安排听院长的。院长就是安排你给他做助手啊。听见？真的要给他做助手啊？不说话能憋死你啊！啊，不说。肖医生。白医生，如果你仍然想跟我说王琴的手术，我该解释的已经都解释过了。你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那就请你退出这台手术。很固执啊。彼此。我固执是因为我的专业能力，我的手术方案不会有任何问题。很可惜，你的方案有漏洞。我已经发到你邮箱，修改意见已经做了备注。还有，从你的手术方案来看，你很需要一个比你优秀的人来帮助你。这些地址
8,480。准备夹地上主动脉，意外循环开始。主动脉请。刀片。肖医生，这手术做的真漂亮。止血钳。血止住了。手术还不错。你这个助手也算称职。如果换作是我，那根血管不会断。出现意外很正常，但如何冷静地处理意外，才是对医生的考验。我的追求是没有意外。不要追求这些没意义的东西。那是因为你能力不够。肖燕那手术做得真漂亮啊！咱们医院应该多来几个这样的医生，人长得好看，车也骑得好。我建议你啊，去眼科看看。怎么了？眼睛有问题。什么问题啊？只贪图美色啊！有一根血管破了，没看见啊？你这个人就是听不得我们夸别人好啊！哎，你自己怎么不开车啊？我累。白医生，需要送你吗？不必。他为什么这么问你？套近乎呗。套近乎？醒了，快，芊芊，你醒了。醒了。孩子呢？孩子好着呢，是个男孩。3斤4两。我想去看看。哎，孩子不足月，早产，医生呀，把他送到保温箱去了。啊，我们给他拍了几张照片让你看啊，不着急啊。你看看。我起了个名字，你听一听行不行啊？像啥呀？我想，叫秦小山。小山，哎，秦小山，秦小山啊！谢谢爸爸，秦小山。妈，我没事了。没事没事，都好着，都平安了啊。秦小山，没什么问题。老爷子，你恢复的非常好。是吗？对。太好了！哎呀，真的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
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啊？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白医生啊，放心吧，有我呢。他要是不第一本就送给你呀，我就不给他做饭，饿着他。哦，对了，多亏你提醒我了。最近啊，可千万别让陈老吃太多了。知道，记着了。好，那陈老您休息，我回头再来看您。哎，忙你去啊，你先去忙啊。好。真好啊！白医生真好。哎呦，又没水了，我给你打点水去啊。别急，让小妍来了去嘛，你老胳膊老腿干嘛？看看，又嫌弃我是不是？今天让你看看什么叫健步如飞。慢着点儿。等着我啊。哎呀，白医生，12、16床。啊！老陈，医生，医生，救救他！站住，回避！救人呐！老爷子，你怎么了，老陈？老爷子，准备出山仪。没有波动了。尖锐静脉动了，肾上腺素也要克，3分钟推一次。小吴，打开气道。给包子哥打电话，准备插管。好的。盐酸肾上腺素1毫升，进推完毕。白医生，已经抢救40分钟了。死亡时间是3点50。陈老是我国语言学科的一位优秀专家，为我国语言学科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陈老去世，我们医院很遗憾。陈老离世后，我们马上启动了医疗事件调查程序。经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白医生在心脏肿瘤切除手术、术后治疗和对老人的紧急处置中，诊断准确，用药精准，处理得当。白医生严格执行了各项规章制度、操作规程以及岗位职责，
调查结果显示，陈老的去世与白医生并无直接关系。如果家属有什么要求，在不违背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医院会尽量满足。院长，我爷爷的死真的和白竹没有关系吗？先生，这是第三方机构的调查结果。如果陈先生有异议，可以申请复核。但根据我多年的行医经验，手术很成功，抢救也很及时，这点我没有异议，院长。但如果不是白医生非要给我爷爷做手术的话，或许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意外了。我爷爷也就不会就这么没了。陈老的意外离世，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这种意外，谁都无法预料。您放心，我不是来找医院要钱的，我家不缺这个。那你，我就一个要求。我爷爷下葬那天，白医生去给我爷爷鞠3个躬，向我爷爷道歉。否则，我就委托律师跟医院走法律程序了。鞠躬可以，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我不会为了我没有犯错的医疗行为道歉，这是在侮辱我自己。行，那我们法庭上见吧。请进。奶奶。院长，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不是，你说你好歹也是个博士了，连个病历都不会写。患者说夜里想尿，12点起夜一次，2点又起夜一次，折腾好几回就是尿不出来。你当你写评书呢？他就这么说的啊。患者怎么说你就怎么写吗？啊？那你怎么不写？患者拉着医生的手说：“医生，我就是尿不出来，怎么办？”患者自述排尿困难，这叫排尿困难，懂不懂？徐医生，小陈念的是科研型博士，欠缺临床经验，这没什么大问题。小陈，没事啊，医生都这么过来的。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医嘱还有病历都是医院最具法律效力的文书记录，所以一定要简洁还有准确。谢谢您，肖医生。谢什么谢？去把急诊所有病人心电图给我做一遍。心电图我做过了。那就再去测一遍血糖。啊。陈志怎么了？徐然，你又欺负人？我欺负他，他欺负我，好不好？早晚被他气出心梗。肖医生，你听说了吗？白竹出事了。他怎么了？他的一个患者在术后发生了意外去世了。本来人家患者家属觉得手术风险太大，想保守治疗，他硬是说服了人家。结果术后患者从床上掉下来，就发生了意外。唐花，你也说了是意外嘛？那白竹的手术还是很成功的呀。我就看不惯他不尊重患者、高高在上的样儿。你是他哥们，当然向着他说话了。哎，我是向着事实说话啊。院长，我家老伴儿啊突然去世，陈岩有点接受不了，他心里难受，因为他父母忙，从小都是我们带大的。小时候就喜欢和爷爷在院子里读书，读累了就在躺椅上睡着了。
都是我的饭香味儿，又把他们唤醒了。我家老陈呢，生前就说过，人生老病死都是命。他的命数到了，这件事情，你们没有责任。院长，您这是干什么？白医生不仅是我们同山医院的医生，他也是我的学生，更何况，白医生给陈老做手术是经过我同意的。我不光是医院的院长，也是白医生的老师，所以说，我代他向你表示歉意。陈老是我非常敬仰的老前辈，他的离世，我个人表示深深的遗憾。白医生是个好医生，他为病人着想，也敢担当。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说这些话，今后啊，继续做你们认为对的事情，不要因为我们家老陈就有负担。谢谢你。好了，那我们先回去了。谢谢。白主，我觉得你这次有点太过分了。你看看吧，对你一向盲目崇拜的郑雅洁都看不下去了。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刚愎自用、不可理喻，认为院长他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对吧？难道不是吗？如果我去道了歉，就是在纵容患者家属的不合理要求，是对我自己专业和医生身份的不尊重，是亵渎了医生这个职业。还好，陈老夫人比较明白事理。你总是有理。对啊，真理往往掌握在我手中。行行行，你掌握的都是真理，行了吗？真的多谢你哟！要不是你，哎呀，我可能就完不成这个专著喽。那您完成著作是不是得送我一本啊？嗯，第一本就得给你。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奶奶，我们走吧。您让我去急诊，这么大事儿干什么呀？这是院里的决定，我只是通知你。院长，姜老师，我知道您为了我忍辱负重、委曲求全了，
您需要惩罚我来平息众怒，这个我可以理解，我也能接受，但也不用让我去急诊吧？急诊怎么了？急诊也是铜山医院的一份子，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份子。急诊马上要成立 ESU 了，正缺人手。陆主任跟我要了好几回人了，一直没有合适的。你不是号称心外一把刀吗？到那儿最合适。那您还不如干脆让我去妇产科得了。混账话，一天到晚挑挑拣拣，讨价还价的，真拿医院当自己家了？反正急诊我接受不了。您瞪我也没用啊！您刚才也说了，我是咱心外的一把刀，那有多少患者是从我手底下起死回生的？我去了急诊，每天都遇到什么啊感冒发烧、窜肚子拉稀，我去那儿干嘛？够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一副目空一切的样子，我怎么会教出你这样的学生？哎，老师，您别生气，你有高血压。行了，要不然喝点水。你以为让你去急诊，是陈传书老先生的手术让我不高兴了，刻意要惩罚你？我告诉你，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是为什么呀？是让你踏踏实实、认认真真学学怎么做一个真正的好医生。您是想让我去急诊练技术啊？那急诊那一套，按压、插管、除颤、气囊、肾上腺素，我哪个做不好啊？你以为技术好就是一个好医生？一个真正的好医生，不能只关注病情、关注技术，是要关注人、关注患者，能和患者心连着心。我认为一个好医生就是看到病情，治好病痛，就是对患者最大的理解和帮助了。等你在急诊干出名堂来，再回来跟我争辩。我告诉你，白竹，要么在急诊好好干，要么从铜山医院滚蛋走人，以后永远别再叫我老师了。啊，您刚才说干出点名堂再回来找您。老师，你放心，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找您的。还有您，别生气了，身体第一位。那没事，我就先走了。我觉得江院长这么做也是为了磨练你。去急诊就去急诊嘛，你就可以当去修炼了。等过几天他气消了，就会发现心外根本离不开你，到时候求着你回来，你就可以继续你辉煌的职业生涯了。来我们急诊怎么了？地球离了谁不能转？心外没了你还不能救治病人了啊？到时候你俩天天在一起，你可不能把我家白竹带坏了。我把他带坏？他把我带坏好不好？你看他那样，天天把自己捯饬得人模狗样的，还动不动就手磨个咖啡，岁月静好，云卷云舒。那我就想问问你，不装能死啊你？能死？我们家白竹说了，能死。你俩真的是一对哈。院长。院长，这 ESU 刚成立，这经不起折腾啊！这什么话？你不是整天跑我这儿来，哭着闹着要人吗？我要的是人才，我要的不是搅屎。哎，这个怪才，它不利于我们的团队团结了。院长，你要这样的话，我这151。坐好了，我告诉你，你是不了解白竹，他可是个好苗子。那好苗子到咱们急诊科不是浪费了吗？留给心外吧，心外需要人。那要么瑞士回来那个肖医生你也别要了，
那个也是个怪材，但那个得要啊。为什么？要么都别要，要么都要了，你自己挑。院长，我跟您实话实说哈，我也不怕您笑话。我知道急诊科上上下下的人都议论我，说我这个人做事儿絮絮叨叨、婆婆妈妈，天天强调安全第一，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是我真的不允许我自己还有急诊科有任何的麻烦。这个白竹，全院上下都知道，他就是个大麻烦。您听我把话说完哈，我知道他是您的学生，您这么做都是为他好。坐。可是这于公于私，我惹不起这样的麻烦呢。对于我自己来讲，我现在虽然是急诊科的主任，但是前面不是还夹着代理2个字呢吗？我为了能让院里边能把这2个字去掉，我做事情是如履薄冰、小心谨慎的。那于公，院里边好不容易成立了 EICU， 这也是大家多年来的愿望。我在急诊科干了这么多年，亲眼看到太多的危重病人因为缺乏相关的设备和人员而失去了最佳的治疗时期。现在 EICU 成立了，弥补了这些缺点，给他们带来一些生的希望了，不是吗？院里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才在你们急诊科设立 EICU 的嘛。是啊，但就这个院里面上上下下还是有很多人反对的。他们就觉得 EICU 和 ICU 是重复的投入，消耗了巨资，挤占了他们的经费，所以我才在全院大会上向您、向所有的医护人员下了军令状。这1年 EICU 但凡出现任何的问题，效果不佳的话，我们都得自己关门。我这1年也是卯足了劲儿，绝对不允许出现任何的岔子的。今天您非把白卓调到我急诊科来，我是怕我 hold 不住他，他真的会给急诊科带来大麻烦的。你说的这些我都能理解，但你要相信我，我把白竹调到你们急诊科，那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像白竹这样的好苗子，就需要好好磨练。你们 EICU 需要更大的发展，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嘛。可是，别可是了，你就听我的吧。我敢给你打这个包票，没准过几个月，我把白竹从你们急诊科调走，你还不乐意呢。真的。院长，我请吧。哎，白医生来上班。哟，新换一把刀来我们急诊了，欢迎欢迎。哎，他们没给你准备个欢迎仪式啥的？准备了，我没去啊。哎，要不你歇会儿，我帮你磨吧。你磨的仍合吗？那得带气呀。行啊，你就尽情的看我笑话吧，反正我在这儿也待不了几天。来都来了，多待几天怎么了？咱俩好不容易办个事，你不开心吗？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急诊科的人啊。不用，不想认识。陆妈就不用介绍了。萧燕呢，你也认识了。我带的那个住院医叫陈志，你也见过。唐华呢也是住院医，就是那天说你特别不礼貌那个。因为他最瞧不起就是你这种浑身优越感还磨咖啡的人。这标签是你贴的吧？哎，还有呢，这是护士长江山，是咱们急诊科的大管家，做什么事儿特别认真负责。玉人，哎，主任2号病床的病人，你去看一眼。哎，好，这就去。好好聊。白竹，我知道你不想到急诊科来，但是我想跟你说，既然来了，就要在这儿好好工作。主任，你也应该知道，我来急诊只是院长的权宜之计，用不了多久我就会转回心外。所以眼下我们俩最好相安无事，谁也别招谁。啊，您别生气啊，你们 EICU 下午就要正式挂牌了，生气影响工作，可能还会影响您升官发财的大好前途，对吧？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升官发财也属于正当追求啊，没什么不好意思说的。您成天把安全第一挂在嘴边，不就是担心出了岔子，影响自己转正吗？真是不可理喻。
患者腹痛来的时候多次腹泻，血压偏低，体温39.1，做了血常规跟大便常规，白细胞偏高，应该不是普通腹泻，会不会是食物中毒啊？大夫，行了，孩子的病怎么样了？我帮你检查一下。这个情况不大乐观。大夫，这什么病？这是这么多瘀斑，会不会是病毒性菌痢啊？大便常规正常，不像是重症菌痢的表现。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大夫，这病好治吗？放心吧，不难。小朋友，头疼吗？头不疼，肚子疼。患者没有明显的呕吐、头疼，脖子没有抵抗，应该不是流脑。对呀，流脑不会引发腹泻的。到底是不是采了瘀斑上的血，做一个细菌突变不就清楚了吗？患者给我出来了，怎么样？就流脑。大夫，那您赶紧给治治吧。病人家属，流脑得转去传染科。这样，你们在这稍等一下，我去给你们联系一下啊。好。可流脑为什么会引发腹泻呢？它是流脑并发华府综合征，后者会引发肠黏膜出血，刺激肠道出现腹痛、腹泻。刚才我要是不在的话，你们可怎么办呀？哦，我刚想起来，可能肖医生是因为刚回国，有一些水土不服。我认为一个医生就算再厉害，也不能保证诊断的100%正确率。但如果一个科室的医生群策群力，就能将误诊率降到最低。肖医生说得好啊，这个就是集体的力量。啊，原来我刚才的表现叫群策群力，叫集体。好了，这样，大家赶紧把手上的活干完，一会儿除了值班的，都到门口去参加揭牌仪式，好吧？听说啊，在海龟面前秀了一把高超的医术，爽吧？来吧，慢走。别憋着啊！肖医生，刚刚诊断出流脑的，要是你就好。患者可以得到最及时有效的救治是最重要的，不是吗？话是没错，可我就是瞧不惯白珠那副狂妄自大的样儿。你知道他为什么主动去给那个患者诊治吗？这是他的工作呀。这事儿跟你有关系。他这种均匀性性格最大的愿望就是吸引所有人的关注，来满足他内心缺失的安全感。可是你一来，大家都关注你了，没人关注他，把他的风头都抢光了，他心里当然不乐意了。他这么做呀，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看他在医术上是远高于你的。常医生，你是不是特别不忙？大伙儿一起拍张照片吧！啊，好，大家看我这边，看我这边，来，3、2、1，好，可以，OK。好，大家就去忙吧！啊，好。准备怎么样了？哦，病人们都转过来了，所以一切都很顺利这里是，一切照旧，您就放心吧。一切照旧可不行啊！新事物有它的独特性和运行流程。哎，我一定会慢慢摸索的。完善可以，摸索就不用了。肖医生，哎，你过来。谢谢。我让肖医生提交了一份急诊和 ESU 的运行流程规范，我看了很不错。
医务处今天就会印发给你们。活到老学到老，新书就要按新方法来。好，等文件下来了之后，我一定认真贯彻学习。我们把肖医生请过来，别以为光是给你们增加了一位优秀的急诊大夫。洛桑大学附属医院在急诊医学上独树一帜，而且肖医生有无国界救援的经历，你们要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哎，等以后你还得多辛苦，给我们科里边出谋划策啊！想麻烦两位跟我来一下这边。主任，我觉得这里的交通设计的不合理。你想，如果车上是急症的患者呢，他们会有时间和耐心这样一圈绕下来吗？对于心源性猝死的患者或者是大出血的患者，这一圈绕下来可能就是生死之隔了。